打我！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任你欺凌。如果你再敢动手，我不会再忍。当年装的那么白莲花，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够了！傅彦轩，你为了这个杀害你妹妹的女人抛弃我，背叛父亲，结果呢？她不过是个别的男人。即使是这样，你还要护着她，你嫁不嫁？把他赶出去！你不能赶我出去！我现在被傅家收为义女，你们谁敢动啊？住手！好啊，这3年，你就是这么欺负夏嫣的吗？傅彦雪，我们傅家和夏嫣，你对得起谁？干妈，你以为为了一个死人，燕洵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傅家断绝关系？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死。您儿子现在护着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童曦。童曦小姐，您确定要放弃治疗吗？是，我确定。虽然癌症已经到中晚期，但只要你继续积极治疗，也许能延长生命。不用了，我记得报告里说过，我还有1个月可以活。到了那一天，我会提前通知你们，请你们将我全身器官都捐赠出去，帮助更多的人。麻烦了。如此积极求死的病人，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请假去哪儿了？感冒了而已。江南会所314包厢，过来。洪助理来了，有氧大名，听说你靠喝酒谈下过不少生意，今天可要让我们见识见识了啊！桌上的99杯酒，你要能喝完，今天的合作呀就成了。别让我失望。那我可就献丑了。童小姐，你已确诊胃癌晚期。厉害，确实厉害。洪助理，顾总不会怜香惜玉，我看你跳槽，来我这儿跟着我吧。多谢厚爱，副总很好。我呀，给你开3倍的工资。 3倍工资都不肯走，我留下来是要还债的。那副总合作愉快。童助理，他不习惯我坐他旁边。总是装成这样，是想惹我心疼吗？别人挖你，你为什么不走？
童熙，你为什么不走？我留下来是要赎罪的。那你怎么不去死？你替我妹妹去死啊！傅彦寻，如你所愿，我真的快死了。妍妍，彦寻哥哥，家里停电了，我好害怕。我快死了吧？我可以亲自下去和婉英赔罪，而傅彦寻也可以彻底解脱了。可我好想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夏天。西西，订婚宴的事情就让我哥忙呗，你晚上陪我去看电影好不好？范阳，我同意你接我未婚妻了吗？哥，你真小气！你快跑！我去叫人！西西，你快跑！快跑！西西！婉英！婉英，你为什么要跑？你为什么把他一个人留下？你说呀，你为什么要跑？婉英她才23岁，她还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你怎么那么狠心，好叫她一个人自己跑了呢？婉英，都是这个女人，是她害死了你妹妹！除非她死了，否则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原谅她。好在我要死了，终于可以赎罪了。陆总，国内分院传来消息，今天有一位新登记的遗体捐献者，是您重点关注的人童熙。胃癌晚期，订机票回北城，那董事会全部推掉。婉英，你快跑！婉英，你得了胃癌。童熙，你醒了。陆石，你不是去国外了吗？3年不见，你怎么回来了？你得了癌症，那你还敢喝酒？那是工作需要。费雪呢？他怎么不管你啊？他知道你得癌症不着急吗？他不知道。你不愿告诉他，我来跟他说。他是你的丈夫，怎么能不管你？今天要陪我出席宴会，你迟到了。我跟他没有结婚，
陆师，我求你不要告诉他。给我查，我离开这3年，童曦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童曦吗？听说差点和副总订婚了，当初请柬都发了。上旧情人当助理，我看呀，这2个人恐怕不知道夏嫣会怎么想呢？你穿成这样来干什么？你只是我的助理，不是女伴，摆清楚自己的地位。这只是件普通的礼裙。哈哈，燕璇，你也太不仗义了，跟童曦办婚礼都不叫我。哎呀，李总刚从 A 国回来，什么都不知道呢。哎呀，现在网上都是乱传的，误会误会。是啊，不是的，我们林总恐怕是记错了。燕璇的未婚妻是我。别开玩笑了，燕璇这么宝贝童曦，还连嘴里都怕化了，怎么可能？谁还没年轻过？感情这种东西，有些是命中注定，也有些即便有人费尽心机，也只是过客而已。我说的对吗？童助理。燕雪，你的助理似乎有些不认同。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等着。好。燕璇，我觉得有点冷，你去帮我拿个披肩吧。好。童曦啊，我真佩服你，现在还能厚着脸皮跟在燕璇身边。你都已经是赢家了，何必跟我过不去？错了，最跟你过不去的人是他傅燕璇。要不要打个赌？信不信，不论我说什么，他都只会信我，而不是你，因为他不想。童曦姐，你再不愿意看我戴燕璇送的项链，也不至于把我推到水里吧？夏言，你以为宴会厅没有监控吗？你还狡辩啊！燕璇，那条项链可是你专门为我定制的。把项链找回来。你说什么？信不信，不论我说什么，他都只会信我，而不是你，因为他不想。是啊，问都不问，直接给我定了罪。燕璇哥哥，人家好冷。今天必须找到，如果找不到，以后也不用来了。
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项链，全世界仅此一条。童熙，我发誓，我会一生一世守护着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嗯。燕璇哥哥，你尝一尝，我刚泡好的。这种事情交给助理去做就好了，我派司机送你回去。你泡的咖啡果然好喝。都弄脏了，我不要了。不喜欢了就丢掉，我再给你买条新的。燕璇哥哥，你真好。3年了，他跟个狗皮膏药一样扒着副总，我都看累了。这不，正主来了，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未婚妻，不像他，没名没分的。我看啊，副总根本就没看中过他，他一个生活助理，还想想副总，切！童熙，中午把我的文件送过来，位置罚你。童助理，你又是捞项链又是送文件的，想必很辛苦吧？坐下来吃点。酒和辣菜你都不能碰了，不然病情会迅速恶化。尝尝，都是你爱吃的口味。好。就你娇气，辣椒都给你挑出来了。童熙姐，你怎么都不吃啊？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吃不了了。不吃你坐着干什么？这些年承受的一切，原本都是向婉莹的赎罪，多痛一分，压在我身上的痛苦也就能轻一分。好痛！我带你去医院。爷爷想吃小馄饨，
你去买一份送到医院来。今天能不能先让张助理去买？童熙，我有说过给你选择的权利吗？要么去，要么就永远别出现。童助理可真不小心啊！我现在手上还有伤口，怎么能吃辣呢？我下午已经跑了3趟，换了3种口味。你想要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呢？燕洵哥哥，他连这种常识都忽略了，该不会是不想我愈合吧？我可是你的未婚妻，童助理该不会是对我的要求不服气吧？他有什么资格不服？你这个生活助理就是这么当的。重新买。我终于可以死了，可以去见婉云了吗？主任，他怎么样了？他处于胃癌晚期，而车祸加剧了他的器官衰竭，我们也无能为力。现在他的各项指标都还在降低，想要熬过今晚，恐怕难啊。必须，必须！请你承住，求你承住，我这就请他来见你。童熙，我让你买馄饨，你买哪儿去了？是我，陆石。你为什么还拿着他的手机？你来医院见童熙最后一面。童熙他已经……陆石，他让你配合他演戏。童熙他已经……西西，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魏莹，我对不起你。不要再道歉了，我想看到的是曾经那个美好的童熙。魏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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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别告诉他。主任，主任，他醒了。燕璇，他们又在耍什么手段吸引你注意力啊？这么多年，童熙姐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呢。燕璇，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给我查一下，童熙现在在哪儿？稍等，副总，童助理几个小时前出了车祸，现在在明安医院。别让他知道我问过。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
副总，童小姐她已经……副总，刚刚那边有消息了，他们说无法告知具体情况，唯一知道的是童助理抢救过来了。我知道了。童曦，你真要出院吗？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疗资源，你相信我。现在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我都已经到了极限，何必强求呢？我只想完成我最后想做的事情。童曦，如果你不抓紧化疗的话，我真的坚持不了多久了。那很好啊，我一直期待着那一天。婉莹，你一定不想看见我吧？可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你，每天晚上都在跟你说对不起。我好想回到那一天，我多么希望。姐，你快跑！你快跑！那天是我替你去死，你知道吗？我马上就可以去陪你了，但是我又害怕，你不想看见我，我害怕你也一样恨我。不管你恨不恨我，我都会去找你的。我们说好的，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那我就当你答应我了。谁让你来的？你给我滚！滚啊！阿姨，我只是来看看婉莹。呸！童曦，你走吧，别再来了。当初如果你不跑，当初如果你能留下来帮他，婉莹就不会死得那么惨。五个醉鬼呀！你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他死的时候身上都没有一片好肉。我的婉莹她还那么小，那么善良，你怎么忍心留下她一个人的？阿姨，为什么死的人是婉莹？你怎么还不去死？我是不是警告过你，不许你再来这儿？你找死吗？带他走，不许让他再进来。这个手链你一条我一条，我们要做一辈子好姐妹，你可不许留下我。有个可靠消息，我哥要向你求婚啦！昨天我看见他在张嘴戏，以后我哥管着你就更难约出去。你要记住，我才是最喜欢你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吧。你快跑！你快跑！婉莹，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后悔那一天没有挡在你身前，没有让你走。阿弥陀佛，偏年期的施主每次都会跪拜很久。听说，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诚心，
便可以像寺庙求的一样东西。我想为我爱的两个人做最后一点事。童熙不是已经出院了吗？怎么还没有消息？副总，按照您的吩咐，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他上午去了南山寺，不过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求父婉莹往生极乐，求父燕洵平安健康。离去的少年，风尘仆仆，见字如面。春风秋雨落笔成面，杏花底多春叶烂漫。落叶成春，风的执念，故地春又找不清切。无关的，我很安静陪着你，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施主如此诚心，求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求一对长生竹和一道平安符，送给他们。这可是南山寺的长生竹，听说这是由高僧雕刻。燕洵他不会接受我送他的东西，我求你帮我把它摆在婉莹的灵位前，这个可以保佑婉莹来生一世无忧。你欠婉莹的，以为做这些蠢事就能还清了？我只是想送婉莹最后一样东西。平安符，天天说赎罪，还给自己求平安符。童熙，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怕死。你也配平安吗？你这辈子都活该被折磨。愿父燕洵平平安安，喜乐顺遂。张助理，麻烦您转交一下，这是我的辞职信，多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可能需要告知一下副总。请便。副总，我跟您汇报一下，关于童助理，我说过，他是我的私人助理，留在公司是因为他欠我的债，他要做什么不用跟我汇报。童小姐，您现在是债务已经还清了吧？恭喜您重获自由。是啊，我就要解脱了。每个转身恍如初见，思念是春蚕，一口一口吃掉。副总，童助理辞职了，他说欠您的债已经还清，向您确认。副总，陆医生刚刚答复了，他说病人的隐私无法向您透露，要您自己问他，或者自己找辆车撞下试试。燕洵，你怎么了？没事。童熙，你最好就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或者我会让你在傅燕洵面前颜面尽失。我想给这对高中好友一个特别的 party。在北城的老同学们，本周六蓝月坊，大家一起聚聚。如果婉莹在世，一定会拉着我去吧。也许我该替婉莹见他们最后一面。哎，同学们，好久不见啊！来来来。
当初只有我和婉莹央求他才愿意参加这种社交活动。傅彦勋，原来你不仅能来，还会把夏嫣带上。童熙来了。童熙，当初你小提琴拉得那么好，我还以为你会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呢，后来怎么都没有你消息了呢？她是嫁入豪门，专心当阔太太了吧？你们看她那满是冻疮的手，还像是能拉小提琴样子吗？来，咱们大家继续喝，继续喝。今天晚上不醉不归啊，要不要？不带他，咱们自己喝。遍体鳞伤。来，干杯！哎，来，大家，咱们来玩转盘游戏，转到你们谁就完成上面的真心话大冒险。开始，走你！停！啊！童熙，冲吧！冲！冲一个！哇！和下一个进门的人接吻10分钟。好，童熙，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我一个将死之人，跟谁亲一下又有什么所谓？你要是玩不起的话，要不就跪下。我选大冒险。现在进314包间会有一个女生跟你接吻，结束后再给你500。都看着我干什么？童熙玩大冒险输了，要和第一个进门的人接吻10分钟。无聊。对，这局就算了。我刚才接了个大单，有人要整白裙子那个美女，专门让我过来和她接吻。结果爸，没想到傅彦轩还护着那个童熙，有他在我还怎么嫁进傅家？爸，傅家人恨透了那个童熙，既然傅彦轩犹豫不决，那你就从他的父母那里下手。妈，电话里怎么不说呢？家里出什么事了？我问你，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夏嫣呢？我公司最近比较忙。都是借口。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娶夏嫣？因为你忘不了童熙那个狐狸精。过来，你看着婉莹，难道你要娶一个害死你妹妹的人进门吗？你对得起婉莹吗？如果当初她不跑，婉莹就不会死得那么惨。你别忘了，你妹妹当时是被几个大汉活活折磨死的，她这辈子都不可能进我们家，除非我也死了。我不会娶童熙的。好，那你就当着婉莹的面答应我，跟夏嫣结婚。我会跟夏嫣结婚。
那时候只差一点，只差一点，我们就能结婚了。我们差的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好运气。喜欢这一款，戴上这戒指可就不能反悔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答应你呢。这枚婚戒戴在我手上3年了，最终还是没能送到你的手里。这是对你的惩罚，也是对我的。天快要亮了，童心，我们没有时间了。心里面的倾盆大雨，曾一起哭过、笑过、痛过、梦过，关于你所有一切，绝口不提。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过自己？谁说的爱过，叶珏，就一定会留有印记？我们的爱情若按下暂停。大概是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总是过多的回忆过去。你找我吗？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没认出你，你瘦了很多。我和夏妍要结婚了，就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来，也不用恭喜我。傅夜寻，原来你恨我恨到以后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吗？那我祝你幸福。他在吃药。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你怎么在吃药？酒喝多了，胃疼。很奇怪吗？总会。我想要傅婉莹旁边的目的。您是她的亲人朋友吗？是啊，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了，拜托您一件事情，到时候不要刻我的名字在上面，就当我小小的任性一次吧。只要傅家人没有发现是我，我就可以永远陪着婉莹了。这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痕迹。原来只要一个下午，就能从世界上抹去。这些年，我在深夜无数次翻看的东西，被我当作相爱全部证据的救护。原来，一个小箱子就能全部带走。这张照片是婉莹拍的。这是全世界我最爱的2个人，他们要一直幸福下去。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叶璇哥，你是因为婉莹才对我这么好吗？童心，你真是笨的可以。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到底为什么对你好。
傅彦勋，如果不能见你最后一面，我就在这里和你告别。副总，婚礼现场已经按照夏小姐的要求布置完毕，9点就正式开始。您可以先去换上新郎的衣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让你留童熙的位置。通知安保人员，如果童熙敢来，就把他赶出去。你好，我今天就会死了，麻烦你们帮我收敛一下遗体，尽快完成器官捐赠。终于要结束了，我却只觉得解脱。傅彦勋，你新婚燕尔，我沉睡江底，这是我能想到的关于我们最好的结局。再也不见了，傅彦勋。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西西，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我想要的婚礼很简单，一块很大的草坪，挂满5颜6色的气球。只邀请我们最好的朋友，还有婉莹，必须是婉莹给我们当伴娘。傅家的婚礼可不能简单。傅彦勋，谁说要嫁给你了？彦勋，我终于嫁给你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别走，彦勋，我们都结婚了，我不会走的。副总，您的手机一直响，对方说是有急事儿。陆师，你最好有事。童熙死了，他飘江死了。傅彦勋，你给我回来！你不能这么对我！不孝子，对不起我们，对不起你妹妹。傅彦勋，童熙死了，他飘江死了。童熙，童熙。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童熙在哪儿呢？别开玩笑了！那人呢？他人在哪儿？他死了。这么深的江水，当然是尸骨无存，没有证据，没有尸首，凭你3言2语我就相信你吗？你先让童熙给我出来，他敢骗我。为什么不敢讲？傅彦勋，你和童熙认识了10年了，你扪心自问，他童熙是这样的人吗？他为什么偏偏是今天？这3年，他没有一天不在家，没有一天不在恨自己。可你嘛，另娶新欢，他承受到今天，实在是承受不下去。不明白吗？这都是你们串通好的，像上次车祸一样。他躲在你的医院里，
用你编造的谎言来欺骗我。童熙这些年，他把所有的好、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哪怕被你一次次见到，他都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我会把他找出来的，你不明白，他不可能离开。核查童熙的行踪，他最后出现的位置和所有监控，我看他都藏了哪里。副总，您没有看到新闻吗？刚刚紧急插播了一条消息，童小姐她跳江了。我看到，视频是假的，我可以查原始记录，甚至可以找捕捞队。就你们这点小伎俩，我迟早可以拆穿。你去啊，去打捞每一片水域，去调查监控里的每一个身影。我要你想着这桩血案，夜夜难眠，寝食难安。我要你以后踩着每一片滩土上，都要担心脚下正埋着童熙的尸体。童熙，童熙，你出来！我不许吓人了，我现在就去你，你听到了吗？你快出来啊！傅元雪，他活着的时候你不好好珍惜，现在人死了，你装深情给谁看啊？啊！傅元雪，你当初是怎么发誓的呀？你说要好好护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可我回国后看到的却是他行销鼓励，一心求死。你就是这么对我最珍惜的人吗？他曾经也是我最珍惜的。燕雪，就为了那个女人，你连家都不要了吗？逆子，你再不回来，傅氏的总裁明天就换人。燕璇哥哥，我求你接我电话，你明明答应了要娶我的。4月12日，燕璇又梦见了婉莹，她还是不肯吃东西，也不愿见医生，但她开始酗酒，所有的办法都不见效，我只好……傅叶璇，你想毁了你自己，那就从我开始。你想喝，那我就陪你喝到死。我只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到婉莹的电话。万一童熙，傅彦勋，是我先逃了，
是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害死了他。你恨我吧？4月13日，燕洵守在婉莹的坟前不肯走。他说怕婉莹孤单。婉莹，别怕，哥会一直在这陪着你。不行，你先去休息，我来替你守着。别管我，我要……叶璇，叶璇。今天燕洵不愿让我进他房间了，伯父伯母让我离开傅家。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想见到我，他们恨我，可我还不能离开。你还要赖到什么时候？燕洵不想见你，我们傅家也容不下你。傅家不追究你，已经是给你脸面，你现在离开，也是放过你自己。等他好一点，我就走。再让我多陪他一阵子，就一阵子。婉莹，叶璇，叶璇，有我在，我陪着你，别怕。燕洵多恨我一点，就少恨自己一点，也就更振作一点。而我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婉莹赎罪。我恨他留在我身边不走，却忘了他为什么一直不肯离开。燕璇，怎么一个人喝这么多啊？我陪你好不好？童心，别走。我不会走的，今晚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夏言，谁让你穿童熙的裙子的？你不是喜欢童熙吗？我都做到这种程度了，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脱下。傅燕璇，我可是你未来的妻子，如果不是为了做戏给那个童熙看，你连手指头都不会让我碰一下。傅燕璇，你难道要让我一直守活寡吗？来人！脱下。我不脱！傅燕璇，你是不是疯了？你把佣人叫过来，是想当众让我出丑吗？王妈，把他衣服脱下来。夏小姐，请随我去房间。你敢！傅燕璇，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住手！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的东西的？放下！夏小姐，先生吩咐了，请您搬出去。凭什么？燕洵不会这么对我的。我要见他，我和傅燕洵有婚约，要不是童熙那个贱人寻死搞砸我的婚礼，我早就是名正言顺的傅太太了。婚约解除了。婚约是伯父伯母定的，你有什么资格取消？我要告诉他们，你赶我，你羞辱我。来人，把
把他拖出去。你放开我！你个老东西，你敢偷我手机，你还给我！先生，这这些都是你发的。燕璇，你听我解释，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太害怕失去你了，都是童熙逼我的。闭嘴！根本不配提他。婚约作废，傅氏赠与你的所有资产，律师会逐一清算追回。王妈，先生，通知下去，全北城封杀夏家。先生，夏小姐已经离开了。另外，您之前吩咐过我们，让我们把童小姐留在傅家的衣物都搬到阁楼分存。您看现在要不要放回原位？先留着吧。先生还是不想看到童小姐的东西啊。先生，我知道您心里还怪着童小姐，当年的事我也不完全清楚。可是那天童小姐回来就晕了过去，我看到她身上有很重的伤。伤？我送她去医院，医生说那是一道几乎可以致命的贯穿伤。我斗胆说一句，也许当时两个人都没有活路，童小姐她能死里逃生，是老天爷不忍心看你同时失去两个最重要的人啊。先生，我在收拾东西时，在童小姐旧衣箱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个，你看一看吧。这好像是童熙的日记里撕下来的。今天叶璇向我求婚了，他说他会给我一个家，也许他和婉莹都不知道，在这个我已经没有血脉之亲的世界，家这个词对我来说有多奢侈。叶璇总能记得我不能吃辣，不能喝酒，在我胃疼时总能在包里发现他给我准备的药。爹！有什么？童小姐真是海量，喝完这第99杯，副总这个项目就算是成了。我很怕冷，也很留恋南方温暖的气候。北城那么冷，冬天就算围上厚厚的围巾，还是让我发抖。可北城有傅燕洵，在永恒的春天，都比不上他把我的手拉进口袋的那个瞬间。把项链找回来。你说什么？今天必须找到，如果找不到，以后也不用来。终于知道爱都有翅膀，才能拥抱它，注定要飞翔。我怕黑，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所以燕洵总是会来接我，陪伴我。我突然开始相信，也许老天不是没有给我准备家人，他们只是来得晚了一点。叶璇，你别把我丢在这里，这里已经是半夜了，我好害怕。
你把婉莹丢下逃跑那天，婉莹不害怕吗？叶璇，叶璇！没有家的我，像断了线的风筝，随时都会飘走，直到遇到叶璇和婉莹。他们一个拉着我的左手，一个握着我的右手，把我留在了这个世界。就算知道爱都有翅膀。傅彦寻，我相信你，我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怕再次输个精光，所以说了我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不能相信你，我又该相信谁呢？我和他结婚的承诺，我发誓要保护他的承诺，都被我亲手碾碎了。他一定恨透了我，所以选择在我婚礼那天，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原谅我。这也是他给我最残忍的惩罚。夏嫣，来。听说你的那些佣人给夏嫣难看，还把她赶出傅家去了，怎么回事？我看你的那些不知尊卑的佣人也该换换了吧？与他们无关，都是我让的。夏嫣再怎么不对，也是跟我们傅家有婚约的人，你让她当众下不来台，这事儿传出去，像什么话？今天你必须给她一个交代。童熙那孩子没了，你心里难受，我们能理解。可是夏嫣的委屈，你就一点看不见吗？我告诉你，那纸婚约可不是儿戏，你也该收收心了。夫妻对傅家的责任，早日完婚。伯父、伯母，你们别说了，是我不好，是我不会讨他欢心。婚约取消。什么？取消婚约？燕雪，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不会娶夏嫣的，我爱的人是童熙。燕雪哥哥，为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我可以学，我可以改的，你别不要我。原因需要我说吗？童熙就那么好吗？他已经死了，你能不能看看眼前人啊？你哪一点比得上？童熙他对不起我们，他欠我们傅家一条命。难道你要为了他忤逆父母，背叛傅家吗？我心意已决。爸妈，别逼我。逆子，打死你这个混账东西！爸，动气无用，保重身体。傅彦雪，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就永远也别想回来。逆子，造孽，造孽呀！你还来这干什么？你是要亲眼看着你妈被你活活气死，你才甘心？啊，傅彦寻，你是傅家唯一的继承人，也是傅氏集团的掌权人。你为了一个死人，连家族的责任都不要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我想得很清楚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滚！滚！
你是要把你妈活活气死吗？啊！你是不是要今天我们2个人死到这儿你才满意啊？二位的晚年，我会另找人安排好。没有我，你们或许会过得更好。你说什么你？从此以后，就当做傅家没有过我这个儿子。儿子，那你今后要去哪儿啊？他死了，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呀！童熙的日记本上有一张心愿单，等我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我就去找他。时光洪流中，这份爱多渺小，一放手就消散掉。我知道我可以做到。那个女人，她连我们都不要了。3年前，他辞去了富士集团总裁的职务，独立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新型企业，并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今天，我们将在此举办一项特殊的公益计划——希童慈善基金会。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次发布会的主办人傅彦寻先生。感谢各位的到来。这项基金将专注于帮助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为他们提供安稳的生活和教育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傅总要自己跑出来单干吗？听说他婚礼当天逃婚了，傅家用事业威胁他，他干脆撒手不干了。哦，难怪傅总这3年都不愿意和夏嫣联姻。据说傅总当时接了个电话就跑了，我猜应该是他真正爱的那个人出了什么事儿吧。他这3年做了那么多慈善，还经常去南山寺祈愿，竟然是这个原因。哎，可不是嘛，爱而不得，得非所愿，真是一场苦命鸳鸯的大戏。傅总，你说的对，我爱的人死了。童熙，你不许死！童熙，童熙，陆石，你怎么了？童熙，别怕，我发誓，以后绝不让你随受半点委屈。立刻联系陆家在 A 国的实验室，把最新的病理报告和影像资料全部发过去。我要最权威的远程会诊方案。是。童小姐的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但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想要做大型肿瘤切除手术，必须先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她最终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坦白说，非常低，除非能请到国内的顶尖权威戚冲山教授。童熙，等我。我离开期间，他的病房安排3班人手，任何人探视必须经过你和我的双重确认。他的一切信息都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童熙还活在世上。是。
给我联系齐老，我要亲自去请他。是，可是齐老闭门谢客已经很久了，恐怕……告诉他，条件随他开。如果可以，我愿付出我的所有，只愿陪伴你直到永远。好像每次我最狼狈的时候，都会被你救下。是啊，很巧。不，童熙，不是巧合，是我每一次都竭尽全力的抓住你。童小姐，这3年您恢复的比预期的更好，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疗程了。目前国内最顶尖的放疗设备是在北城，我们去那儿进行手术，成功率最高。北城。别担心，你给了我重回一次的机会，这一次，不论发生什么，遇见谁，我都不会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了。童熙，心愿单上的愿望我已经帮你完成了，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些什么，或许到了我来找你的时候了。兄弟，干嘛呢？陆石，你怎么？我要不来就掉湖里了，怎么回事？童熙的心愿单我都帮他完成了，现在我很想他。那些是他写过的，可童熙私下还跟我说过，他还有别的愿望。什么？他要建100所小学，对，还有100所图书馆，这事他只和我说过。真的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骗你干什么？叔叔，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呀？这是你的孩子。叔叔，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难过呀？这是你的孩子。啊，我在看风景了。那你转远一点，不要掉湖里了，水很凉的。谢谢啊。陆石，你已经结婚了，恭喜。不是的，他是我舅舅。宝宝，少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这个人。宝宝，先这睡一会儿。怎么样？那个人没事吧？他在看风景，是我看错了。那个人是傅彦寻。其实你不用刻意回避提到他的名字，我不希望任何人有事，对傅彦寻也是一样，但也仅此而已。我所求不多，只要能保护你不受到伤害。童熙，我……陆石，你真的好笨，真的。倩倩是你姐姐的遗孤，对我来说，她却是我的亲女儿。从你把她带回家那天起，我就决定好好活着。
因为你们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吧。不对，当初童曦失踪时，陆石也跟着消失了，现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北城？陆石那么爱他，才3年，他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孩子。我总在每个黑夜想你，就像自己傻得可以。给我查一下，陆石这次来北城到底是什么目的？他见过什么人，谈过什么事儿？重点查一下他身边的女人。我这有个名字做参考，也许他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他叫童曦。恐怕傅彦寻已经开始起疑了。像他那样的人，只要发现不合常理的事，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味，无论如何都要吃进嘴里，弄个明白。更何况是关于你的事。既然他已经起了疑心，与傅家的势力迟早会找到我。别怕，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好你的。童曦，下来。我下去处理。让他知道我活着，他或许才能真正放下。这也是我必须自己去面对的。童曦，真的是你。傅彦寻，好久不见。为什么？为什么骗我？你明明还活着，为什么不来见我？傅彦寻，你再不放开，我就快被你勒死了。3年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你为什么不来见我？童曦，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们之间早已两清，我也没有必须找你的理由了。不，没有两清。这些年我一直在替你完成心愿单，我为你建立了帮助孤儿的慈善基金会，还有你想去的地方，想看的风景。幸好你还活着，我可以亲自带你去看看。谢谢你帮我了却这些心愿，知道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我很欣慰，这就够了。傅彦寻，你也应该放下，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童曦，你让我怎么放得下？3年不见了，忘了问你和夏小姐还好吗？感情还稳定吧？有孩子了吗？我和夏言早就结束了。那天我听到你出事，婚礼当场就取消了。我看了你的日记，我知道你留在我身边是为了我。这些年是我错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3年了，我们都有了新的人生轨迹。如果夏小姐还陪在你身边，我希望你好好珍惜眼前人。我的心里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你怎么能不明白呢？这些年，我的噩梦和美梦全都与你有关。也许你最后没有选择他，但我已经做出了我自己的选择。是因为陆石吗？你假死是为了和他私奔吗？忘了告诉你了，我和陆石已经结婚了，我们还有一个女儿叫倩倩，你应该见过了。怎么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你告诉我，是不是陆石强迫你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呀！认识他后，我有了家，有了倩倩，这才是我想要的幸福。我们曾经不是也说过要一个女儿吗？童曦，你回来吧，只要你回到我身边，这一切我都可以不计较的。彦寻，你别再说了。我不介意，倩倩，我可以给她最好的一切，我可以把她当做我自己亲生女儿。
你离开的事儿，你骗我的事儿，我都可以不在乎，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我只要你回来。我们之间有跨越不了的鸿沟，也许我们都该往前看了。夏小姐她……我和夏嫣什么关系都没有，听到了吗？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这些年我只爱你。夏小姐也好，谁都可以，但那个人不会再是我了。我现在是陆石的妻子，也是倩倩的母亲。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守护我的家庭。能再次见到你，确认你一切都好，我就彻底放心了，你也应该放下。童熙，保重。我们会在这次同学聚会发大家10年前写的信，童熙也是，你要不要把他的信拿走？给10年后的傅彦勋，你还和童熙在一起吗？我想你们应该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西西说过想要一个女孩，你们的孩子一定很可爱吧？如果你已经忘记了他，那请你一定要想起他。他是一个那么怕冷的人，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读书，围上厚重的围巾和羽绒服，依旧会轻微发抖，像一只抵抗着趋向温暖本能的鸟儿。永远不要忘了，他是为了你才留在北方的。如果你弄丢了他，一定要记得找回他，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那个人。童熙的那一份呢？哎，副总，你看这老古董干嘛呀？那时候年纪小，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看多戳心窝子呀！谁能想到童熙后来会成那样子的人？婉莹出事的时候，他居然自己跑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是夏嫣小姐人美心善。听说夏嫣小姐被退婚的这3年里一直没嫁人，是在等着副总呢。对，上次咱们聚会的时候见过夏小姐，又温柔又体贴，比童熙好多了。彦轩，别看童熙这个罪人写的东西了，帮你把这封信撕掉。婉莹出事的细节，傅家当年封锁的很严密，是夏嫣教你们说的这些，对吗？副总，大家这不都是为您鸣不平吗？你那么讨厌童熙，消气，咱坐下喝酒。回去告诉夏嫣，她是再搞这些小动作，我就让她在北城消失。既然各位都管不住嘴，那以后就不必再说话了。童熙，你回来了，我就知道，只有你才能让他这么失控。你怎么还不去死？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拍品，制作于1876年，由传奇制琴大师亲制的收藏级小提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你演奏小提琴的现场。如果不是那3年折磨，你现在应该在欧洲巡演。4000万。
3年病痛，3年折磨，可能连你自己也忘了当年的你有多么光芒四射。这次手术之后，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人生了。谢谢你，陆氏。5000了，5000了。这把小提琴我也很喜欢呢。7000万，8000万，1个亿。陆先生出价1亿，还有没有更高的？1亿1次，1亿2次，1亿3次，成交。我去签个字，很快回来。我就说，怎么傅彦寻宁可忤逆父母，与傅家断绝关系，要解除婚约？原来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狐狸精根本就没死！原来你这个阴魂不散的狐狸精根本就没死！要不是你，我现在还是傅彦寻的妻子，怎么可能会沦为金氏的笑柄？那你可以去找傅彦寻。躲什么？好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你以为你戴个面纱就没人认得出你了吗？结果，我告诉你，我现在被傅家认作义女，就算是你攀上了新的高枝，我打你，你也得受着。你敢打我？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任你欺凌。如果你再敢动手，我不会再忍。当年装的那么白莲花，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够了！傅彦寻，你为了这个杀害你妹妹的女人抛弃我，背叛傅家，结果呢？她不过是个别的男人。即使是这样，你还要护着她，你贱不贱啊？把他赶出去！你不能赶我出去！我现在被傅家收为义女，你们谁敢动我？住手！好啊，这3年，你就是这么欺负夏嫣的吗？傅彦寻，我们傅家和夏嫣，你对得起谁？干妈，你以为为了一个死人，彦寻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傅家断绝关系？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死。您儿子现在护着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童熙。童熙，你不是死了吗？他根本就没死啊！他在你们面前装可怜，说什么赎罪，只是为了绑住彦寻。一旦傍上了新的男人，就假死脱身。可怜了你们的儿子，为了这种贱女人，竟然舍去了血缘至亲。好啊，你害死我们傅家一个还不够，还要蛊惑彦寻，搅得我们傅家不得安生。你就是个歹心！还有这个，你不就是用别人的钱来臭显摆吗？我让你耀武扬威！谁杀的？我杀的，怎么了？一把破琴而已啊！你敢打我啊！好你个童熙，真是一身狐妹子本事，引得1个2个男人都为你发疯。
这是为童曦拍下压轴品，它的意义，你这种人配得。不就是钱吗？你花了多少，我赔得起。你，我也得罪得起。你确定傅家愿意保住你个印？你确定傅家愿意保住你个印？那不是江城陆家继承人吗？他是陆石。一把小提琴而已，我们傅家难道赔不起吗？倒是你当众打人，你必须向他道歉。真是精彩绝伦啊！你什么意思啊？天底下竟然有人把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凶手当成心头肉来百般疼爱呵护。傅夫人，您这份慈爱可真是令人大开眼界。陆石，你休想血口喷人！婉莹的事情是我们傅家最大的痛，你今天又拿不出来证据，傅家跟你拼命到底。对，你就是在胡说，你就是为了给童曦脱罪才在这里诬陷我。对不起，西西，一直没告诉你，从我知道婉莹的事开始，我就从未停止过调查。就在刚刚，我的助理把确凿证据发过来了。喂，你先走。不是，我真的走不了了。你快走，你快走，不然我们两个都在这里啊！我不要你一个人留下来对付他们。西西，快跑！你快点求救！你快走，西西！快走！你一定要等我，你一定要等我。原来当初传的都是假的，他是去找救援了。他还为傅婉莹挡下酒瓶，那种情况下也没法做得更好了。这就是王妈说的贯穿伤，原来他流了这么多血。你为什么要跑？你为什么把他一个人留下？说，你为什么要跑？那么多血，我看见了，我明明看见了，可我为什么当时只觉得那是婉莹的血？如果那之后我关心过她一次，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当初婉莹刚走，我们悲痛过度，确实牵动喝掉了童曦。你现在拿出这些旧事儿，是想为童曦平反，讨个公道吗？不，傅伯父，我是在陈述一个被你们忽略6年的事实。我能证明，傅婉莹的死，夏嫣才是那个给予最后一击、真正的杀人凶手。叶璇，快救西西！快！夏言，快报警啊！你都要死了，还想着童曦呢？如果不是你撮合他们，叶璇哥哥一定会爱上我的。都怪你！不是的，这不是真的。这个视频是合成的，3年的时间，就算有100个视频，一帧一帧的调，也早都合成成功了。年轻人，当初
我们傅家为了这件事情，倾尽了全力去调查，把该查的视频、该查的人我们都查遍了，能比你一个外人查的少吗？说，你这个视频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视频是从哪儿来的？停在不远处的出租车，他的行车记录仪正对着呢。干爹，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为了给童熙脱罪，白的都能说成黑的。闭嘴！叔叔，我看视频里，婉莹对着手机说了一段话，他最后给你们打电话了吗？婉莹是给我打的电话，但当时手机不在身边，所以只是一条未接来电。婉莹的手机里可能有语音信箱的草稿文件，也许希望渺茫，但我也想知道婉莹最后说了什么。手机，婉莹的手机，婉莹的手机，我们一直都带着。谢谢，你一定要救救西西。爸爸，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向西西告诉自己的亲生女儿，她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孩了，也是最爱哥哥的人。西西，祝你幸福快乐。可惜我见不到了。我一直在为那天的事情赎罪，却不知道婉莹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恨过我。婉莹到死，我护着的好孩子，我们却一直在折磨她。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你却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养着。婉婷，妈对不起你呀！畜生侮辱的东西！来人，压着！你们放开我！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叶璇哥哥，救救我！带下去！放开我！好孩子，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你跟我们回傅家吧。你跟我们回傅家吧，我们会待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当初都怪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迁怒了你，你那样保护婉莹。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我并不恨你们，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过去的一切，除了婉莹，我都只想忘记。如果你们真的想为婉莹做点什么，就振作起来。我想，这也是婉莹最后的愿望。童熙，童熙，婉莹到底哪里对不起你，要对她下那种毒手？傅元轩，你问我为什么？我从见你第一面开始就疯狂的爱上你，甚至为了你去讨好傅婉，结果你们的眼里只有童熙。凭什么他能得到你们全部的爱？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你哪里都不如他。他善良真诚，而你呢，令人作呕。对，他善良，但是他善良有什么用？你们7年的感情，婉莹一出事，你第一时间怀疑的不就是他吗？你信过他的善良？你给过他解释的机会吗？我当时怎么了？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还
还是你根本就在害怕呀？害怕就是他的错，害怕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闭嘴！那些帮你们善后、帮你们掩盖真相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要让你为你做过的事情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顾远轩，你到现在都以为让童熙这3年来饱受折磨的人是我吗？你错了，让他这3年来每一天都像活在地狱里，以至于跳江自杀的，从头到尾都是你。我想讨好你，如果不是你的默许，我怎么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折磨他？他留在你身边当助理的3年，我就折磨了他3年，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制止过。我也觉得，每次我折磨他，你都不敢看他的眼睛。每一次你偏爱我，侧揉我，那双眼睛啊，就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可怜极了。只要你看一眼，你就能知道他的冤屈。可惜你从来不敢看他。傅远轩，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最卑劣的人。是我错怪了他，他明明那么好，我为什么就是看不见？为什么就是不信他？就是因为我的不信任，害得他被折磨了3年，是我把他逼上绝路。我们明明说好要娶她、保护她，可我一点都没有做到。当初我就是在那里扔掉了我们的婚戒，我要把婚戒找回来。我那天怎么能忍心把我们的婚戒扔掉？我怎么会决定舍下你？童熙，原来当年你被我逼着下水捞项链时是这种感觉，原来你当时那么孤单绝望。我本想在婚礼上给你一个惊喜，一直到婚礼前我都藏着它。也许怪我拖了太久，它终究没能带到你的手上。童熙，童熙，你出来，我们谈谈。先生，您在这儿等了1夜了，您到底在等谁？童熙在里面吗？我只想见她一面。童小姐，她今天早上和陆先生一块去医院了，您不知道吗？今天是她做手术的日子。童熙，她怎么了？为什么要手术？他得了胃癌，晚期。你不知道？他怎么会得胃癌呢？这几年你是怎么照顾他的？傅远轩，癌症这种东西，不是精心照料就一定会消失，但它绝对会因为长期的折磨而加重。3年前，我回国，就是收到了他胃癌晚期的消息。
他甚至连遗体捐赠协议都签了。3年前，晚期，傅艳璇，不是我对他做了什么，而是你那3年对他做了什么？这是他确诊后写的日记。当初他跳江，我怕会让你查出线索，就偷偷拿了这一部分。现在你也该好好看看。童曦，他不是假死吗？当初他病入膏肓，决心跳江，是我见过他的他就这样死去，硬把他救上岸的。9月20日，结果出来了，胃癌晚期。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竟然是：燕洵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觉得我麻烦？9月21日，胃里像装着块冰，又沉又痛。今晚的应酬，燕洵让我过去，我还是喝了很多。我知道他需要这个喝多。练习着忘记，我的心却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童小姐甚至海量，喝完这酒是酒杯，不等这个合作就算成了。答应了你不再爱你，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9月23日，跪了多久了？记不清了。雨好冷，胃一直在疼，比哪一次都凶，好像有点发烧了。站着！燕洵哥哥有让给他送饭吗？燕洵哥哥要的是他诚心忏悔，跪满3天3夜，饿着才叫忏悔，懂吗？9月29日，开始化疗了，反应比想象中还难受，吐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记得很久以前，燕洵总喜欢用手指绕我的头发，他说我的头发又软又滑，像绸缎。他说他最爱我这一头长发。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第一次有了放弃的想法。我把他最爱的东西弄丢了，我这辈子都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11月2日，今天我预约了遗体捐赠。走出医院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轻松了很多。燕洵送我回家，他说要我替婉莹去死。燕洵，我真的快要死了。那你怎么不去死？你替我妹妹去死啊！11月7日，听说他要和夏嫣结婚了，他们很登对，真好，他终于要走出来了，我也该离开了。胃好疼，被车撞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要解脱了。不是太监都是头部的决定，那么任性。我终于可以死了，可以去见婉莹了吗？12月2日，今天是燕洵的婚礼，他和夏嫣
我今天穿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裙子，打扮成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还是希望我可以美丽的面对死。我不怪你，我只是偶尔会觉得遗憾，遗憾我们之间的信任，在巨大的悲痛面前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遗憾在北城最冷的冬天，你还是推开了那个暂且想要歇息、悲痛欲绝的你。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差了一点好运气，在命运无情，我们只是不幸的被卷入其中，并且不能携手一起走出来。傅彦寻，新婚快乐！祝你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只是这条路上不再有我。再见了，傅彦寻。谢谢你曾经给过我那些美好时光。童熙，学。西西，谢谢你，谢谢你醒来。谢谢你，陆氏。如果不是你，或许3年前我就会死去，我就不会拥有倩倩这么好的孩子，我就不会有这么幸福的以后。谢谢你爱我。傻瓜，这是我的台词。陆氏，我一直没有答应你，因为我怕。但现在我可以说了，我可以说了，我爱你。西西，嫁给我吧，让我照顾你一辈子。是啊，她是那么善良体贴的女人，所以只会在手术成功后才答应对方。我曾经拥有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傅爱璇，童熙她现在已经重获新生了，她好不容易才摆脱你带来的苦难，你确定再来打扰她吗？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谢谢你曾经给过我那些美好时光。童熙，学。童熙，童熙，你出来，我们谈谈。他这一生坎坷，我不仅没有护他，还成了伤他最深的人。若这世间真有因果，我愿散尽我此生所有，只求他从此无病无灾，平安喜乐。我说过，你送来的东西，我见一次倒一次。陆石，
让他进来吧。童熙，我给你熬了你以前常喝的汤，你尝尝。这其实是婉莹爱喝的，我的胃喝不了这个。对不起，对不起，我去熬你喜欢的。傅也许，你以后别来看我了。一切都过去了，我很感激我现在的生活，你也该去寻找你自己的路。陆氏集团总裁将于6月13日于京市成婚。这不可能，他一直爱的人都是我。童熙，这就是你惩罚我的方式吗？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懂我越不争气，想回到你。童熙，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你不能赌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啊！我必须要带你走。Even if I'm leaving you at the door, even when I know that you're never alone, harder than imagined. 童熙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陆石先生？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都愿意陪伴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我不同意。对不起，我来晚了。副总，你来错地方了，这是我和童熙的婚礼，不是你来撒泼的地方。童熙，跟我走吧。傅彦勋，你还是不肯放下吗？我只知道，我如果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人，我永远都不会放过我自己。童熙，过去的一切，我会百倍千倍的补偿你。我只想和你一起，把6年前未完成的婚礼走完。跟我走吧，好吗？跟我走吧，好吗？我已经爱上了陆石，你又何必这样？我不信。你不可能爱上别人，你只是在逃避，因为婉莹的事情惩罚我，也惩罚你自己。你只是始终不相信，我终于放下了过去，向前看了。你不能为了过去的仇恨，牺牲自己的幸福啊！凌晨过12点，熄灯的便利。你不要我的婚戒。那这个看到，说好的戒指就当你们两个答应了，以后你们俩结婚必须找我当伴娘。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想念你一切。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我想念这是婉莹送给我们的礼物。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以后我会珍藏它们，作为婉莹的遗物。这2枚我都拿着，只是我不希望你守着它们，也不要困在过去了，好吗？信物你可以藏在箱子里，假装看不见。那天上的星星呢？难道你忘了吗？
婉莹还为了我们命名过一颗星星。哎，看那里，那颗星星是我送给你们两个的订婚礼物，我已经把它买下了，给它起名叫些许，它会永远亮着，就相当于你们永恒的爱情。以后啊，无论你们两个在哪，只要抬头就会想起彼此，也会想起我的祝福。婉莹是最爱我的女孩，我相信她在天有灵，也会祝愿我开启新的生活。我们和婉莹曾经约定过，10年之内完成环球之旅。今年刚好是第10年，跟我走吧。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好吗？傅彦勋，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是陆石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给了我第2次的生命。这一次，我只想为自己而活。这一次，我只想为自己而活。我们过去的那些美好，难道你都忘了吗？我没忘。自从婉莹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过去。也许我所怀念的是那个记忆里你曾经对我毫无保留爱着的少年。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是不是？你恨我？傅彦勋，我不恨你，只是我没有办法再爱你了。我的前半生，几乎所有的爱恨悲喜，都与你纠缠在一起。可现在，我只想要内心的平静。童心，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夏燕已经受到你100倍的折磨，我也和傅家彻底决裂了。我之前犯下的那些错，我会用我后半生来弥补你。你以为这就能抵消你加诸童熙身上3年的折磨？傅彦勋，你的忏悔未免也太廉价了。你对他做的那些事儿，根本就是想让他死。你对他做的那些事儿，根本就是想让他死。那3年，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童心，我那是因为太在乎你了，我在乎到没有勇气去看真相了。在乎？你逼童熙喝99杯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有胃病？你让童熙在冰冷的池水里捡项链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体质到底有多弱？你把他丢在荒凉的街道上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担心？万一当年傅婉阳的悲剧又发生他的身上怎么办？童心，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补偿你？除非你跟他受到一模一样的折磨，才算弥补了1/10之一。好，那就从这99杯酒开始。我今天就喝了，给你赔罪。
还有一点点舍不得，对吗？傅远学，你这样做只是在利用童曦的同情心而已。我就是这样卑鄙，只要他还愿意在意我，哪怕是同情也可以。傅彦学，同情心不是爱。当你做这一些只能换来他的同情心时，你就该知道，你们已经晚了。完了，你们已经晚了。完了，我明明欠了那么多，怎么可能就完了？童曦，我欠你3条命，今天我用这3刀还给你。傅彦学，你疯了吗？不要！这一刀，还你替婉莹挡了一刀。这第2刀，还你为我身患绝症。第3刀，还你跳江时的心如死灰。第3刀，还你跳江时的心如死灰。傅彦学，把刀放下。如果你死在他的婚礼上，他要怎么面对？如果你还算是个人，如果你对他哪怕还有一丝一毫的愧疚之情，我劝你到此为止吧。傅彦学，你为何要这样？因为我恨我自己。如果没有我，你不会受到这么多的折磨。傅彦学，我不恨你。那3年，我一直留在你身边，承受着这一切，并不全然是为了祈求你的原谅，我是在为婉莹难过。你知道吗？那天我躺在手术台上，快要死掉的时候，我看见婉莹了，我看见婉莹了。她站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越过很宽敞的一条河，直到河水没过腰腹，没过胸口。我从来都没有反抗过，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他埋怨地对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早？不是说好带着我的那一份好好活下去吗？”然后他就把我推到了岸边。如果当初死在歹徒刀下的那个人是我，我也绝对不会怪罪婉莹，就像我知道婉莹也绝对不会怪罪我一样。所以你明白了吗，傅彦学？你明白了吗，傅彦学？我现在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婉莹活着，为了倩倩和陆时而活着。傅彦学，如果婉莹站在这里，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难过的。傅彦学，你总是不相信我不恨你，其实是你自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而已。
你还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句原谅，对吗？听说新娘的捧花可以给街道的人带来好运。傅艳寻，我原谅你了，活下去吧，再见。童熙，原来没有我，你可以这么幸福。童熙，你这个贱人！童熙，别过来！冷静，冷静。凭什么你什么都得到了？傅艳寻为了你，连命和家族都不要。陆氏把你当眼珠子一样护着，而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足够一辈子衣食无忧的钱，够你远走高飞的。我拥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下童熙。凭什么？凭什么你童熙就活得这么理直气壮，我却只能逃走？凭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却能轻易的夺走我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你冷静点，你现在还可以走，一旦你杀了他，你就没有回头路了。自从杀了傅婉英，我早就回不了头了。我做了那么多，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啊？傅野君，谢谢你，但是不必了。夏嫣，你可以杀了我，但是我宁可和你同归于尽，也不会让真正杀害婉莹的凶手逍遥法外，绝对不可能。那你就去死吧，去下面陪你的好姐妹吧。不允许！你醒了，西西，你没有受伤吧？我没事。夏嫣抓住了吗？夏嫣已经被送去执法局了，她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还愿意来见我，我很开心。我还想见你最后一面。明天我和陆氏就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回江城。北城太冷了，我还是更依恋南方温暖的气候。何况这里已经没有我继续留下的理由了。是，你那么怕冷，可我却……都过去了。童熙，我们去你心愿单里最想去的地方，忘掉过去，重新开始好吗？对于3年前的我，最美的梦不过如此。但是现在，我有了可以握在手中的真实存在的幸福。祝福我吧。以后，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也许会吧。那时候，
你会见到一个全新的我，有家，有爱，完好无损。童心，你跟我说一句实话，你还爱我？陆石对你那么好，是我们错了。爱，爱不会因为过去的种种而消失，但却没办法像曾经那样存在了。婉莹是你最爱的妹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离去，让我们迈不过去这条坎儿。童心，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我们走吧，忘掉过去的一切。我们无法忘记，我们会彼此折磨，因为只要我们看到对方，就会想起这个永恒的缺憾。你答应我，以后你会好好的。童心，那最后，你能在这个日记本上留下一句话吗？希望傅彦寻平安顺遂，希望我们永不相见。以后我会继续做慈善，帮助孤儿基金会。那100座小学，100座图书馆，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完成。如果你找到了新的方向，那我祝福你。傅彦寻，再见。再见，童心。取消全部行程，改为西同慈善基金会的活动。第一站，我要去童熙的家乡，明天启程。还有，联系律师，修改遗嘱。我名下的所有财产由童熙继承，立刻办理，永不更改。副总，您现在立下这个遗嘱，如果以后有了配偶或者孩子，在法律程序上那是非常麻烦的，甚至不会有了。我这一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爸妈已经在着手准备，一定要在江城给你补办一个更盛大、更完美的婚礼。这是我们陆家对你的承诺和重视。至于那个傅彦寻，要不是他救了你，我真该好好揍他。陆医生，你都打他好几顿了，他现在都还身受重伤在医院呢，你就行行好吧。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到底谁是你的老公？是陆石啊，还能有谁？是我，还是妈妈的老公。不，就是我，这辈子都是我。谁想当她老公都不可能。倩倩是妈妈独一无二的小宝贝，那老公呢，可是一个辛苦的职位，还是让舅舅来当吧。
等到了南方，我们要先去哪里呀？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有一块很大很大的草坪，那里挂满着五颜六色的气球。我想给你一场独属于我们的婚礼，简单，但是不被任何人打扰。我要做爸爸妈妈的花童。走吧。童心，这是我花费很多力气才迎来的幸福，此后就是很长很好的一生。